在过去放假9天里面呢，赖清德起码5次到6次，每天都要请大家通过1.25兆、1.25兆、1.25兆、1.25兆那个特别预算哦。那国民党郑丽文呢，在这个新春团拜的时候说呢，国民党有他的党版，因为民众党已经有民众党版出来了。那韩国瑜之前有就说他说因为美国不是有国会议员呢，写信给韩国瑜啊，写信给郑丽文啊，写信给黄国昌等等，说呢国防这个预算呢，军购条例会列为最优先法案啊。那郑丽文说，但是呢，国民党会积极主导争取台湾需要的军购，希望能够主动跟美国沟通。就是说，你现在都是民进党拿出来的案子啊，那民进党案子是不是美国要卖的呢？原来说1.25兆都是跟美国买啊，后来被这个统一以后说啊，不是，其中有3000多亿是买台湾的。那你买台湾的需要编在特别预算里面吗？买台湾不能就编在一般的年度预算里面吗？因为它这个要分好几年买啊。那美国要卖的，是不是在里面再来审查呢？所以呢，他们要跟美国直接沟通但是呢，卓荣泰就讲说，干嘛由在野党主导？国民党你虽然你在立法院比民进党多席次，但是呢不应该你主导而且呢，未来呢是要3个发展齐头并进的那不是呢只有国防的而且呢，顾立雄也说呢，你们就不要考虑我们政院版的，不考虑的话呢是欠缺理性思考。他没有不考虑了，他就是可能到时候3个党的版本要一起并案审查，反正都拿出来审查那并案审查一定有行政院版，不可能没有行政院版嘛那另外呢，顾立雄说呢，3月15号有3个自走炮啦，这个托式飞弹啦，标枪反装甲飞弹啦，说呢美国的发议价书说期限3月15号。说到3月15号，如果不跟他签约的话呢，有可能他把你废止了，或叫你重签。所以呢，希望立法院是不是先授权国防部，先把这3个东西先签好那牛煦庭呢，国民党立委说呢，一定会满足美方的期待了，不会让美国失望那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不具名的蓝营立委抱怨国防特别条例的国民党版本被党中央刻意拖延，质疑就是为了正习会。1.25兆从一开始。它的内容就完全是黑箱，到今天都还语焉不详，然后来甩锅给国民党，这不是团结台湾的做法，这也不是君子的做法。说实在的，这还挺小人的。国民党一定会积极的去主导这件事情，主动的跟美方来进行沟通。预告开议之后，国防特别条例，国民党将有自己的步调，但绝非行政院版的1.25兆。看起来每一个党都不想去得罪美国了，没有一个立委想去得罪美国了大家就把韩国瑜就说一定最优先法案，你写信给我就讨好你嘛。牛煦庭也是我们一定这个你要的我们都会给你没有人要得罪美国，干嘛得罪美国呢？那再加上美国国会议员的确来施压，再加上呢郑丽文天天给他讲说你为了跟习近平见面呢，你就拿这个做门票等等，所以搞得压力也很大，被戴红帽子。来，将军怎么看？其实军购很简单，讨论那么久了要买什么是先决定未来的战场，就打桩编训嘛，这是一个思维逻辑，建军、军购，但是现在几乎都没有按这个逻辑来，就是未来的不对称作战，现在讲了好多年了，你要买 F-16，要造潜舰，买一大堆这些东西，我只问一个军事专业的简单的问题，大家容易听的。战时的战场存活率，如果机场跑道被炸了、被毁坏了，第一级毁坏了，这些战机都还活着，它叫无效战力。如果港口就是跑道没有了，就有战机没用了，飞不起来了，对，不能发挥战力了。如果我们的这几个少数的军港在第一时间被破坏到无法使用、无法整补，这些海军的战力，包含这个潜舰，变成无效战力。请问你做这些有什么？最近美国的媒体在评论这个，我们买了很多是无效的战力，也就是说作战时候不能发挥，那你反而这些海马斯等等这些刺针是有用的。但是现在我们要回到一个大的政治议题，川普最在意的2件事，第一个3月底4月初的川习会，他会不会因为这个就把这个延宕下来或者改变，这是一个关键因素。第二个，川普最在意的期中选举，他现在的民调是美国总统历年来最低的一个人，
然后如果其中选举输了，他有可能面临第3次弹劾。如果弹劾成功，他就要下台，这是他的死穴啊。所以我们看前面讲关税，看起来川普的面子失去了，他的理智并没有输，他已经这么压霸的快1年多了，他说什么是什么。但是我回到这个军购的议题跟前面的议题结合来讲一件事，一个国家机器的行政程序不是我们想象中这样，因为我在公部门几十年了，不是总统说明天生效，就可以做了。假设川普要去打格瑞纳达，不是要去打的委内瑞拉，要去动伊朗，五角大厦的披萨指数，干嘛？加班，不是你一句话。关税明天停，为什么还超收3天？是因为作业来不及。哪些人要减？哪些正在报关？哪些已经报关？哪些还在排队？这些都是行政程序，不是你说的就算。明天生效，谁给你生效？官员都还没接到正式的命令，要不要邮件？你有文号，公部门是你有文号，我有法律责任，我才开始做。你想要退税，谢谢你再联络，没有3年到5年，你去告，慢慢审。这些大企业去告他，要忍得住这2、3年你的经济压力，就像我们军购一样，你现在要买这些，所以我很认同国民党这种做法，就是说我要买什么是买有用的，对我防卫作战跟发挥战力有用的。第二个，买得到的，不是你要我买什么我就买什么。你给我这些大战车干什么呢？打仗的时候变成目标，那你给我哪些东西？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国内产业要生产20万无人机，那是个天大的笑话。请问20万架无人机，哪些是侦打一体？哪些是纯征收？哪些是攻击？型号、大小、飞行距离，它的 sense 是怎么样的 sensor？ 这些都没有，就是一句话：我要打造无人机的一个国军，我要多少无人舰？请问怎么审？我们军事专业看的这我都看不懂，所以我觉得国民党不是所谓提自己的版本，而是经过检验，找到学者、专家、军中退役的人来审这个，提出一个合理、对台湾防卫有帮助又不浪费钱的这么一个军购预算。我觉得这是对国家的负责，是在野党应该要负责，而不是我们现在行政说你凭什么来主导？我不是主导，我觉得可以修正这个词，是我们严审提出国民党的版本，对台湾防卫作战有帮助，又可以做得到。所以现在川普在意的不是你买不买我的军购，他面子关税已经失去了，他的理智绝对不会输，因为这个人根本就是个流氓。他这做法是美国政府怎么说是你家事，所以我们判断美国不管军购或者关税，我觉得4个层面，川普说什么，他的政府说什么，大企业主说什么，老百姓的反应是什么，这4个层面加起来才能够分析美国啊。你现在他的关税搞到现在承受最大压力的是美国人民，承受50%几。美国的进口商承受20%几，等于70%几的责任压在美国人身上，这是军购要考虑这些因素。那请问哈，他现在顾立雄说3月15号不签就不行了，一定要签吗？没有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这样的例子，没有，这个是他糊弄外行人。我不签，美国就不卖我们了吗？怎么可能？美国他会催你赶快，他就催你快，真的来不及。好吧，你快点哈！我3月15没有，我4月1号不行吗？美国就不卖了吗？不可能的事。这是一个。另外就是说哈，这些国会议员现在很关心啊这些武器，他是真的关心台湾安全，是后面因为这是军火商的关系。因为现在这些国会议员，其实我们有心的朋友啊，上网去查一下。这些30几个军火商，37位，你去查他的背景，有网络上查得到，包含他的助理，这些国会助理跟军火商之间的关系。所以我就说，我写过很多文章，就你在为军火商开通路，尽快决定。我今年要投产，现在已经2月份了，我今年生产线要投产，我要这些预算，你先框好。什么时候给我再说，反正你框上我就开生产线了，是这个道理。
这些军火商跟国会议员的，美国有很多专门的评论，网络上都查得到，他跟军火商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所以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评论了，好吧？另外呢，今天呢，海军一件糗事了，说呢他乱丢垃圾，在海里面乱丢垃圾，因为在海上丢最容易嘛，就不需要再整理啊，垃圾处理蛮麻烦的，而且要费用。在海上一丢，就没想到的浪啊飘到澎湖，飘到岸上来了。结果呢，海军不承认，居然有一个金江军舰舰长于俊廷的这个关章在这个地方，而且很多的他们的这个各种表，海军的文件都在里面呢。那不知道海军丢了谁丢的呢？所以现在海军说要查。如果不是这些东西，他一定否认。那渔船也可能丢啊，商船也可以丢啊，怎么是我丢呢？休息再回来。好，立法院新春团拜，昨天韩国瑜呢许愿，希望朝野能够和谐啊。许愿是许愿了啊，但是院长也决定不了朝野和不和谐了哈。那另外呢，他说要朝野，果然韩院长讲完以后呢，民进党本来就希望嘛，把这个军购条例列为最优先法案啊。然后呢，卓荣泰说表示欢迎，而且呢，跟韩国瑜这个当面请托有3个法案哦，跟这个国家安全不能挡哦，哪些法案呢？财政收支划分法、总预算、国防特别条例这3个法案，希望呢立法院能够这个率先通过啊。那另外呢，这个说呢，希望朝野一致团结对外啊。那另外这个他今天到立法院报告卓荣泰行政院长哈，有13项所谓战略性的产业，包括半导体啦、人工智慧啦、这个 AI 机器人啦、军工产业啦、矿物啦、生技的等13项啊，说是战略产业。那立法院这个会期的重大议案就包括台美对等贸易协定、国防特别预算、总预算啊等等都放在这里面啊，这个会期要审啊。那被这个卓荣泰被问到说，你这个 NCC 都不提名了，什么意思呢？什么时候来啊？哦，然后呢，这个卓荣泰就突然变脸生气了，说呢，你们在野党把我们当时的 NCC 委员全部否决，离谱荒唐，叫我提什么？看一下。希望牺牲一点，立法院每位委员他的一心一意，为了立法厅，为国家尽努力，朝野之间有冲突，最后和和气气达成共识。针对中央政府总预算跟国防预算卡关，那院长昨天在总统府查叙有向韩院长表达相关诉求吗？我昨天特别提出了财政收支划分法行政院院版，如果能够复委来审慎的审议之后，各县市能够更均衡的发展。如果中央政府总预算也能够赶紧的来审议通过，所有的中央地方的建设、人民的福利、国家的发展能够按部就班的来执行，强化韧性的国防特别预算跟特别条例也能够赶紧的来通过。基于经济安全、社会安全跟国家安全，以上3项法案都是为主的。杨凤琴。韩国瑜说希望朝野和谐，但是卓荣泰还是个斗鸡。那么当然他现在所请托的3个案子啊，包括了中央政府总预算，到目前为止中央政府总预算还是卡在它是一个违法编列的预算。那你是一个违法编列的预算，要如何的审查？那第二个东西是财政收支划分法，立法院已经通过了一个财政收支划分法，但你不愿意执行，然后呢告诉大家说，除非通过你的版本，否则就不要想实施新的财政收支划分法，这是野蛮作为，这并不是一个合法的一个作为。今天呢，美国的大法官会议会限制总统的职权，但是我们这边其实是有一个为所欲为的总统加行政院院长。但是在军购预算的部分呢，那今天其实，在过年期间，你看到韩国瑜跟江启臣，他其实已经提出来说，他们要提出国民党的版本之后呢，然后希望能够尽快的复委，所以他列为第一优先的法案。那现在看起来3个党，包括民进党本来就希望复委，民众党也是要复委的，然后国民党这边呢也主张的要复委。那要复委这件事情啊，其实我们看各种的民调，台湾民众对于军购这件事情是，我们要安全的军购，但是我们不要盘子军购，我们不希望我们作为冤大头军购。那什么是冤大头军购呢？其实我们在军购上面分成3大块，第一大块呢是政府对政府，
就是台湾跟美国国防部直接洽谈，就是美国已经通过的已经公布的110亿美元的那个军购预算，那是我们跟美国政府直接签合约，所以是由美国国防部跟他的军火商采购。这里面有没有油水，那是美国政府的事情，跟我们就没有什么太大关系。这里面其实要动手脚的空间是非常非常小的。好，那这个部分呢，理论上来讲当然是要过它，因为这是就刚刚这个委员特别提到了说，那么既然对安全有效，而且你要买得到，那这是属于买得到的，那当然就是要去编列预算。第二个部分叫做商购，就是直接对美国的军火商或者海外的军火商，但基本上除了美国军火商，我们大概很难跟其他的军火商买得到。那这个跟海外的军火商直接买的部分，坦白说这里面猫腻还蛮大的。而且呢，他同意你了之后，也是随时可以收回的。可是即便是如此，坦白说也是必须要编列的，因为这是你可能好不容易能够买到的。而这2个军购预算，它的维护费用理论上来讲也要编列进去，否则的话，它会挤压到我们一般年度的其他武器的维护费用的话，那我们其他的维护费用就已经少得可怜了。那些很多武器因为常年的失修，导致于它不能用。可是最后一块是在国内采购的部分。我们说我们不要贪腐军购，我们说我们不要盘子军购，我们不要有这一些凯子军购。这个部分就是凯子中的凯子。茶叶行也可以来做军火商，然后鞋厂也可以来鞋的贸易商也可以来做军火商，然后呢，这个装修的这个公司也可以来买卖火药。我觉得我们台湾民众能够接受吗？我能够就框列一个数字，然后你就在这里面上下其手为所欲为吗？它当然不可以。这个部分你要严格监督，你就必须要回到年度预算里头。所以前面提到的那个已经过的就美国已经同意的110亿美元，大概是3000多亿新台币的这个军购预算，再加上它的维护费大概4000亿左右，然后另外再加上商购的部分，就直接跟军火商买的部分，这个部分实际的金额是多少？但是剩下来大概是3000多亿，这3000多亿如果不挡都是失职啊。因为你给了他这样子框列了一笔之后，他爱怎么买就怎么买，他爱给谁就给谁，在股市里头如何炒作就如何炒作。你看到我们股市里头，我告诉各位，从赖清德上来之后，太阳能的公司就一落千丈，然后呢，无人机的公司就一飞冲天。这你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股票。我们能够忍受的是把我们的纳税钱拿来去给部分的人士去发国难财吗？所以你把它区分清楚了之后，哪一些应该要复委，哪些应该审查，其实是很清楚的。我想从比较根本的角度来分析我们现在政坛的一些奇奇怪怪的现象。你想新春开春啊，当然你心里头有再大的不愿意，或是心知肚明有再大的矛盾，也要表演一下啊，表现一团和气啊。那这个不管是国会也好，总统也好，其实都是演的但是你演也要演得比对手好，演得比对手更天衣无缝，起码在选举的时候比较有票。那所以我要回到这个大法官这个反对川普的这个关税法案，你看三权分立啊，是总统制的非常重要的特点。那你看这次在美国三权分立，这个总统在这里，这个司法，这个是立法，他立法众院跟参院都是他多数啊，所以这个连起来是铜墙铁壁啊。这个已经是变成有学者说这个已经是 monarchy。那这个王朝如果推出来的国王是非常没有人道的，是暴君，川普都是差不多可以称为暴君了。所以一个王朝里面出了一个暴君，所以他可以为所欲为，根本就是没有止境的。幸亏这个大法官，川普提了5个那个保守的，他提了3个，那有2个就是这一次第一任的时候投他，现在不投他，因为他们觉得说再投你，那如果我这个也支持你的话，那这个王朝加上我的背书，那这个是什么？他们讲说这个 republic 美国这个共和体制啊，大概就永远崩溃了。所以他们就说
这个不能随便的，所以它是6-3。这6-3的威力是很大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赞成也好，反对也好，你都要写意见书啊。意见书都是厚厚一大叠的，都是不能乱写的。那个意见书都表示你的立场、你的想法，还有你的学问。所以呢，他们虽然这个整个过程、整个决定的过程拖了好几个月，但是一旦决定了，这威力无穷啊！所以幸亏这6-3把川普搞翻了。我们台湾有一点不一样，我们台湾就是周荣泰加赖清德，基本上是赖清德。那赖清德跟谁合作？这个是总统跟国会合作，赖清德是跟非常非常不知羞耻的大法官合作。因为大法官剩下5个，有3个不投票了，那5个开大法官会议，5人的法庭，明明是违法的，你现在已经习惯成自然的，第1号、第2号拼命解释，拼命解释。那这个连起来也是铜墙铁壁了。但是呢，因为他5个人，基本上他自圆其说了。他说：“为什么我只有5个呢？他们是大法师，他们不是大法官他们是大法师，他们不是大法官。至少还有3个人反对他们嘛？不是，有3个人不开会的嘛？对，8个人。当然是问题，这5个人他们会说，我们人数不够的原因是因为提名的人你们都否决掉了。但是这个是你要处理的，所以这个总统。”有2个方法可以处理，处理法院呢，你就要处理3党不过半，朝小野大的问题，这个是可以处理的。因为怎么处理呢？就是联合政府啦、联合内阁啦那一类的。但是赖清德是不要的，那这个也是可以处理的，就是说你尊重他们，说请你们提议的人先给我看一下，那我如果同意的话，我们尽量想办法让他过。总统对这个过半。不一定站在他这一边，他是非常反对的，这还得了？这样的话，我这个总统就免干了。但是呢，我刚才有讲过，这个司法，这大法会议的威力，这个国会相对是散漫的。为什么？第一，人数多；第二点呢，它可以立场可以改变去。今天谁可以这样，明天可以变成另外一样。第3个呢，他人数只要多1席，那多1席就赢了。所以这里的大法官。有一个在意见书里头，他这么写：如果我们做错了决定改来改去的话，人民在他们日常生活当中叫无所适从。我们这里有没有办法改来改去，让人民无法适从呢？也许有一天会这样，但是不容易啊。但是呢，他也没办法破解这个铜墙铁壁。所以什么喝咖啡啊、喝茶啊，什么画骨的什么，还有化痰机少啊，都在演戏，而且演的是非常丢脸的，就是很不正经的，把国家大事当作小孩子在演。台湾的人的问题就是没有历史感，这个很要命的。就是说，你比如做大法官，他写出来的东西，他的裁决，将来大学法律系的教授。法律界的学生、研究生都要拿出来，这是为什么他做这样的裁定，做这个判决都要拿出来。你要有历史感，我做一件事情在历史上怎么评价我？他们这好像都无所谓，真奇怪，怎么可以这样呢？真的是很多时候你那个去念法律人，他过去的判例啊，他过去的这个解释啊是非常重要的，无所谓。所以我觉得怎么好意思他就是好意思，那你怎么办呢？好吧，那同样的 NCC 也是一样嘛。周荣泰生气说为什么都否决？最早的时候 NCC 是采取我的决议，政党比例，后来也是大法官说这个违宪不合，我也不懂违什么宪，我按照政党比例有什么不对呢？好，那不能按照政党比例，那就全部你执政党通吃了。你执政党通吃，在野党如果少数他没话讲，在野党多了他就不愿意，就是今天这个状况嘛。那好吧，就算是你不按照政党比例，你至少可以要问问在野党嘛，说我们预备要提这些人，你们对其中有没有意见？然后我们也希望你们也推荐几个给我们看看，是不是大家能够商量一下？政党政治不就是这样子吗？政党政治本来就是大家互让一步啊，对不对？让不就是非要我提的都是我的人，我也不问你们，也不问你们同不同意，也不问你们那个建议谁。今天你是在野党，今天如果说我们倒过来，民进党是在野党，他会同意吗？你一点不尊重我，完全不考虑我的意见，我为什么要全部同意你呢？我是你的橡皮图章吗？就道理这么简单嘛。休息再回来。